好，持續關心這個川普不可靠之下，我們現在來看到幾個國家，西班牙、阿聯王儲都已經跟這個習近平開始交手了。我們今天會來看一下這些細節。另外呢，許多國家現在歐洲，特別是掀起的這個反川普風潮，跟美國唱反調。歐洲組織的這個叫做排美聯盟，要一起來打通荷姆茲海峽。今天就這些議題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。好，3個火線話題，等一下我們來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答。第一個呢，川普他高喊戰爭已經快結束了，但是呢，中國卻被推上了現在被視為是一個很核心的位置，是唯一有辦法促進美伊戰爭停火的和平的一個國家嗎？也代表美國正在失去在中東的主導權嗎？是不是美國在國際社會已經不再被信任了？等一下我們會做解答。第二件事情，習近平在這個時候拋出的4點主張，我們也等一下同步一起來看。同時間呢，在這個時候，歐洲則是集體否決了美國的各種提出的立場。這當中，歐洲國家包括了意大利、法國、德國、英國跟西班牙。這個問題，我們等一下也會一起來看。最後，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，除了梅洛尼他開嗆川普之外，馬克宏正式的也喊出了，針對荷姆茲海峽，我們不要再管美國怎麼說，以色列怎麼說。他提出呢，我們要做一個就是排美護航荷姆茲海峽的這個聯盟。那是不是他們正在架構一個沒有美國的安全架構？歐洲國家現在已經開始預做準備了嗎？今天就這些議題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。好，特別來看到川普一再高喊的戰爭快結束了，尤其現在國際社會對他是越看越不順眼哦，希望把和平寄托在中國大陸的身上。我們來看到幾個國家，剛剛特別提到了西班牙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。先來看到西班牙的總理這一位是桑傑斯，他正式在4月14號這一天在北京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，他特別希望，他也表示希望中國在終結中東戰爭上面能夠扮演重要的角色。習近平這邊也承諾說，將會在推動中東和平中發揮有建設性的一個作用。這是中國大陸跟西班牙這一次特別的會面。同一天的時間，我們看到習近平又會見了誰？他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王儲。同樣呢，王儲也希望說，中國大陸能不能恢復在中東地區的和平，並且呢，我们看到習近平在這個時候也提出了4點主張。這4點主張當中，我們今天特別看到有一些比較有趣的言論，他特別提到了說，國際法不能夠合則用啊，不合則棄。不能讓世界倒回到叢林法則。這些話一出，被指說是不是他就是在暗批川普呢？那我們看到阿聯王儲怎麼說？他說呢，會跟中方保持密切的溝通，來促進各方地區的和平穩定，而且希望能夠快點的來停火。好，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苑老師了。習近平的4點主張，而且這是首次他對美伊戰爭的表態。是不是可以解讀是中國大陸終於是真的這一次要出手了呢？為何是在這個時間點上突然間他願意表態了？苑老師怎麼看？我覺得有一個對比，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。因為這一段時間的話呢，西班牙的總理桑切斯是4年連續失職啊，幾乎的每年都固定報道啊。另外的話呢，這個阿聯酋它非常特殊，因為這次整個戰爭呢，從2月20號打到這個38天下來啊，它是最倒霉的啊。我們都知道，原來杜拜啊，我們都知道阿布達比啊，這就事實上阿聯酋的本身有產量不到1%啊，它都是靠什麼金融啊、觀光啊、什麼投資啊、什麼這些啊。那現在呢，伊朗呢就是認為說，它就是美國的走狗，在中東地區的走狗，然後就要打它。他有一段時間跟美國講，我要主動參戰的，他覺得我也要保護自己的利益啊，結果參戰還不如跑來找大哥啊，這個是非常好。另外，我可以跟大家講啊，那個越南的蘇林啊總理啊，還有那個俄羅斯的這個外交部長拉夫羅夫，他們也都到中國訪問，就在這幾天，現在就在北京。大家知道絡繹不絕。然後呢，同時大家能想象，美國就英國啦、法國啊、德國這些總理到美國去，他們一講說你們都欠錢，你們都什麼的，那誰要受過這種侮辱啊？不可能這種情況。好，所以說呢，這個習總書記啊，習主席他談到的4點，我特別注意一下。第一個，世界和平，這個大陸原來就有這個立場啊，就像是這個叫翟俊的，就派到中東地區叫協調大家停火。第2點就比較不一樣了，他的主權國家不容侵犯啊，這個我們最熟啊，因為
台獨的天天什麼主權獨立，主權獨立，這個主權國家不容侵犯啊，你有主權就不容侵犯，沒主權那你就等着被欺負啊。那另外的話呢，就是叫做這個國際法，就是你這邊所講的啊，講說不能合着用啊，不合着用啊，大家要尊重國際法。這前3點都是大陸長期來講的外交立場，沒有什麼特別。但第4點的話呢，這你們沒寫到，我稍微幫大家補充一下，就是安全與發展。安全是發展的前提，發展是安全的保障。那這個就很不一樣了啊！因為對於大陸來講，我剛剛已經強調過了，大陸本身目前為止為什麼突然整個形象也改變了，實力也改變了，生產也改變了，最重要是軍事科技也發達了。那麼大家心裡都很明白，因為以大陸目前的情況下來講的話呢，厚積薄發，這個築高牆、廣積糧啊、緩稱王的所有的策略都已經有效了。在這麼長期當中，美國這種消耗，你要知道，美國打這個仗消耗到現在目前為止的話，花多少錢了都無法想象。但是整個中國大陸目前講到最後，認為安全跟發展是互為主體的情況下，想要安全一定要發展，想要發展一定要安全。這個安全講的就是軍事上的安全，這個發展講的就是世界經濟的發展。這兩者對於大陸來講的話呢，就牽涉到它直接利益。如果世界的經濟沒有好好的發展，荷蘭海峽的話呢，被美國莫名其妙的就是封鎖了以後呢，那大陸呢可能就要用盡一切辦法要把它打開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來講，這個是我剛刚上一趴的時候我已經強調過，這是很少直接大陸的立場針對於其他國家發生的事情，然後表達自己的方式。那麼這個的話呢，請大家稍微注意，而且要拭目以待，看接下来的發展。好，這一場美伊戰事的發展也讓其實尤其是歐洲國家的態度特別轉向哦，較為認同中國大陸的價值觀。那同時呢，美國在國際的信任度也因此下降。剛剛特別講到，那歐洲內部現在其實呢，針對於到底要不要跟隨美國，對於美國的耐心也正在快速的下降當中，甚至掀起了反川普的風潮。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來自於西班牙他的最新發言，他是反對川普做的這一些各種在美伊戰事的事情。那其實還有其他國家也開火。特別我們要來關注到，包括了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哦，他也說痛批川普，尤其是他非常氣憤，川普前幾天不是一直在批評教宗嗎？他說這是令人無法接受的事情。他強調說，教宗都是在呼籲和平的，不應該被政治攻擊。所以呢，我們看到呢，他也宣布了接下來終止跟以色列之間的任何國防之間協議。法國總統馬克宏直接挑出了一個新的一個框架，他認為說，好，現在呢，你美國去封鎖住了荷姆茲海峽，那沒關係。接下來我要組織一個聯盟來維護這邊的這個航行安全，建立一個叫多國聯盟的，並且呢，把美國啊、把以色列啊、把伊朗這些交戰國排除在外。他希望現在可能會拉進來一起討論這個組織的國家，包括了英國、德國、印度，甚至中國。現在看起來是不是歐洲內部開始出現了這種反川普的浪潮呢？幹哥怎麼看？好。梅洛尼是誰？梅洛尼是意大利右派的一個黨，叫做意大利兄弟黨的黨魁啊。2022年上任之後到現在已經4年了，其實他很穩的。為什麼？他扮演一個角色。在川普第一任的時候啊，其實他就很多意見呢。他對歐盟這些國家都很多意見嘛，對不對？誰出來講話？誰出來安撫他的臉頰？就梅洛尼啊。所以實際上在北約裡面跟美國友好的。大家也知道啊，馬克宏一向不鳥美國嘛，對不對？英國是唯唯諾諾啊，然後德國也是看美國老大哥。那意大利呢？坦白講一句，他會調和鼎奶。其實這個國家非常特殊，你知道？所以你說梅洛尼他的角色其實很重要的，更重要的是什麼？他跟以色列的關係。為什麼？因為大家就想說，怎麼又跳到以色列去了？因為意大利政府早在2003年那個時候，前總理就已經跟以色列建立了軍事協議。後來他們說不是協議，只是 MOU 而已，備忘錄，不是協議。好，不管到底是真正的協議還是備忘錄，以色列跟意大利的軍事合作其實已經快有20年那麼久了，你知道？所以它是每5年自動生效，每5年自動生效，不用重簽的。全歐洲有哪個國家跟以色列是這樣的關係？沒有，只有意大利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意大利是幫以色列在歐盟講話的。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？這一次不是一邊打伊朗嗎？以色列不是打伊朗，然後一邊又去轟黎巴嫩的，對不對？轟黎巴嫩，結果你知道打到誰？
就打到自己朋友，意大利的裝甲車被他打到了，好在沒死人。梅洛尼就想說：“你講話啊，我這麼支持你啊。”就內塔尼亞胡說：“不小心打到了，對不起了。”聽說連對不起都沒有。他其實就已經很生氣了，他認為說：“奇怪，你教訓伊朗，你怎麼連這邊的難民你也打，對不對？其實你在伊朗本地造成的死傷，跟這一次連帶教訓黎巴嫩的死傷是一樣的，都死了1000多人，都傷了幾萬人。在伊朗的境內是這樣。”在黎巴嫩也是這樣，所以意思就是說，內塔尼亞胡也講了，要停戰是不是？那黎巴嫩這邊我是不會停的，我可以跟你伊朗停戰，但我不能跟這個真主黨停戰。意思是什麼？意思是要分開來談，不行。伊朗說要合起來談，這就是最主要的問題所在。本來梅洛尼的角色就是一直在緩頰，結果他現在發現以色列不可靠，然後呢不可理喻，所以。他現在梅洛尼是被誰？被川普罵說：“你認為有一個帶着核子彈的國家，我不用制裁他嗎？你的勇氣跑到哪裡去了？北約的精神在哪裡？是不是？”所以好像川普講起來振振有詞，但問題是你一看到德國跟法國的講法，你就會覺得說，其實梅洛尼的立場跟其他歐盟的國家都一樣，他們都非常擔心伊朗戰爭最後造成國內民心的反感跟反彈。為什麼？經濟。那會拖垮的，那會拖垮民生的。梅洛尼最怕的就是這件事情，難怪他在教宗這件事情上面跟川普是完全，他說教宗是不能夠被批評的，你怎麼會批評到教宗呢？我們完全不能接受。好，我們看到這個歐洲掀起的反川普的這個浪潮，其實也間接的打擊到了整體在歐洲的右派勢力。那剛剛也特別提到了嘛，還有馬克宏。他就說這個荷姆茲海峽問題沒關係，我們就不要管美國啊、以色列或伊朗了，我們自己來組這個抗美聯盟，真的能夠做得到嗎？那張慶老師又怎麼看？我想啊，大家必須要認識到，其實美國所謂講的這個封鎖，按照這個 San Remo 聖雷莫海戰法手冊這個有關封鎖的第93條到104條，它其實並沒有真正在實行真正的封鎖。真正的封鎖，你要一條船去去登臨去檢查，然後而且剛才我們講說有很多區域的玉米啊這些民生物資，那些是不能封鎖的。所以你拿那個真正去檢視。美國這個封鎖完全就是這個在碰風，在那邊吹講這個。那為什麼呢？這個馬克宏講出來就排美這個護航這個荷姆斯，我必須要提醒，美國跟伊朗都沒有去簽這個叫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。假如你今天要排除美國，然後去執行這個。再按照歐洲的傳統沒有經過安理會的授權，這個根本是不可能做得到。所以馬克宏那個講的是義氣的話，真正落實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少。但是呢，荷姆斯海峽對於北京而言，這個事情茲事體大。為什麼？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它是屬於第二部分，就是它的法律定位是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。記住，沒有什麼國際海峽。我們國內一大堆二流子的國際法學者，天天在那邊什麼國際海域、國際海峽，國際法沒有這個名詞，你知道？這些人經常有那些唬爛型的這些學者，我必須要強調，這個全球這些惡字點那多得不得了。這個整個荷姆斯海峽大概有20幾海里寬，你知不知道新加坡海峽只有不到3海里、2海里，有的地方在。這個今天能夠切扯大家的脖子那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。今天荷姆斯海峽收錢，一旦起了惡例，將來全世界的衝擊，直布羅陀、基爾運河、英倫海峽，那個算出來真是族繁不及備載啊！那全世界的大家都是把路一攔，你知道都在攔路勒索。那這個全世界呢，所有的國際的這個就是常規，以及國際的這些原來是這個自由航行，以及這個不需要付費通行的，不是整個亂了嗎？就中國大陸的利益而言，維持這種自由的航行，維持這種不用付費了。這是他國家發展以跟全世界做生意的至關緊要的利益，所以很多人並不了解中國大陸他這個今天這裡頭，所以他有2點非常重要。第一個，能夠很安全的通過；第二，不要付錢，而不是說你付了錢可以安全通過。
付了錢，這個惡利一開哦，將來啊後患無窮。好，謝謝張正老師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、美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、小國生存，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。